我把有机菜园改造成生态果园的过程还在一步一步的有序的进行着，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。前一阵子给这些桃树剪过枝之后，上面的桃子明显增大了好多。今年夏天、秋天的时候，应该是能够收获不少的果子了。我其实从有机菜园到生态果园的过程，还有一个其他的想法，是从去年秋天开始实施的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大片是去年深秋入冬前种的黑麦。远处的那一大片是冬小麦，这些黑麦长势更旺盛一些，看看这些麦穗都已经抽出来了。其实我的一个想法是，从有机菜园到生态果园的过程中，也不可能每个地方都种上果树，果树种不下的地方或者是间隙的地方，我就打算给它种一些小麦呀、玉米呀这些粮食作物。因为有大片的空地嘛，这些粮食作物一是特别的好打理，第二就是种完之后这片地就基本上不长草了，全都被这些麦子给覆盖住了。等到夏秋成熟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收获点粮食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整个的种植季不仅有新鲜有机的蔬菜、香甜美味的水果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可以储存更长时间的主食粮食作物。还是挺完美的，而且我感觉要比完全种蔬菜的话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看看这些冬小麦，从入冬到现在基本上就没管过它们，现在长得还是不错，颗粒挺饱满的。看看这种麦穗已经有点丰收的感觉了。当然，作为主食的话，光有小麦、黑麦这类作物是不太够的，所以我打算在这片区域，现在大家看到已经开垦出来一片了，另外的一片还没有收拾出来。这一整片区域呢，我就打算种点其他的粮食作物，比如说今天我就打算把这儿种一些甜玉米下去，然后再种一些土豆和红薯。这片区域现在还是有点乱糟糟的，旁边这些地方已经有柿子树了，实际上这已经是我生态果园的这个区域了。这些地方呢，离果树稍微远点的地方，我打算继续种一些甜玉米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有第二批甜玉米，然后接着我可能还要种一些第三批甜玉米。第三批可以选择这种可以当甜玉米，然后等它干了之后也可以当硬玉米的。如果万一吃不了的话，可以给它储存起来。这边的这棵花椒树也已经发芽了，长得还是挺好的，过一阵子就会枝繁叶茂了。旁边的大桃树也已经是种了好多年的了，一直没有好好打理，今年给它好好修剪了一下。看看这些桃子已经膨大鼓起来了，而且已经能闻到桃的香味了，看起来应该是能够收获一些不错的桃子了。刚才说到甜玉米的旁边，离这些树比较近的地方，我打算给它种上毛豆，这样的话就有另外一种主食了。这些梨树本来是长得特别好的，枝繁叶茂，结果被鹿跳进来，又给我扫荡一空，基本上是把每一个枝头都给我啃光了。像这种地方本来是有个侧枝的，结果也是被鹿吃叶子的时候给我拽断了。我这里边给喷了一点密封的东西，省得它感染。看看这些小梨，今年我应该是不会让它们做果的，还是让它们以长主干、枝干为主。这边的这几棵是枣树，有一些是从原来的树坑挖出来的，有一些是从根儿滋生出来的野枣树。这些树我打算回头给它种到大地的菜园里边去。这片粮食地按现在的规划，将来会有小麦、黑麦，然后会有土豆、红薯，还会有甜玉米、硬玉米，然后还有毛豆。其实还有一种主食就是花生，也是挺值得种的，以前也种过。不过花生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容易招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了，我怕是种了花生之后，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都给我招过来，不仅花生保不住，其他的作物也跟着受损失。所以想想还是算了吧，就不种花生了。将来也许考虑看看能不能种一点水稻，就是不用水，能在旱地也可以种的水稻。这样的话米也有了，真的就可以做到不去外边买粮食了，家里的自产的粮食就可以够吃了。自己种粮食吃还是有点期待的。其实刚才没有提另外一种作物，就是糯玉米，这是丽丽比较喜欢的。现在这片大地里边还是荒着的，除了这一边刚才说到要种葡萄、再种枣树之外，这一边还有大片的荒地。
到时候给它耕出来，让丽丽选一大片种糯玉米吧。其实原因是不是在这边种糯玉米，是因为糯玉米跟甜玉米是不同的玉米品种，如果串在一起的话，会互相影响对方，就长不好了。按照一般的建议的话，不同的玉米品种至少要相隔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种植的。不过那样的话确实是有点奢侈，家庭种植哪有那么多地可以给它分呀？就像刚才我说的，种甜玉米，各种各样不同品种的甜玉米，其实按照建议的话，也应该是给分开一定的距离的。我打算就是，比如说这一片种2种甜玉米，中间就给它用土豆或者是红薯做一定的隔离，这样的话不让它们紧挨着就行了。其实我有一些甜玉米的品种，它上面写着是不会受对方的影响的，所以种那种甜玉米感觉是更靠谱一点。这一片地已经是基本上收拾出来了，这块就打算主要种西红柿呀、辣椒、柿子椒啊和茄子这类了。今年我又订了一车10样的堆肥土，是那种种蘑菇的堆肥土，这是刚刚送到的。刚才给我送土的小伙看着还是挺年轻的，其实就是我2021年大概是年底的时候，年底之前买的那家。当时买的时候是305块钱，然后现在已经是涨到了480多块钱了。这几年物价涨得还是相当的快的。看看这些土还在冒着热气儿呢。这种土其实是不能用它来直接种东西的，一定要跟原土混合一下，混合起来之后才能种植。这种土不像我以前买的那种草叶堆肥土那么样的细致，不过用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当时的10样的大概是从2011年底用到现在，用了1年半多，感觉整体的效果并不比 Leaf Grow 的那种堆肥土要差。但是因为它不够细致，所以育苗的话肯定是不能用了。我一般育苗还是会去店里 Home Depot 的 Lowe's 之类的买几袋 Leaf Grow 的比较细致的那种堆肥土。买堆肥土的同时，我还让他给我送了2捆的稻草。一般秋天我种大蒜的时候，都会用稻草来覆盖一下土地。这种主要就是比如说种一些菜苗，生长周期比较长的东西，盖一些稻草还是好处很多的，保湿呀。抑制杂草啊，有各种各样的好处。这种要比树叶或者是碎木好很多。碎木太硬了，将来混到土里边就是那种大的颗粒，不好，种菜不好。树叶的话也没有这种稻草好，树叶里边好多时候都是可能有虫子、虫卵的，对蔬菜不好。还有就是风大的时候，可能很容易就给它吹走、吹光了。这种稻草的话，湿润了之后覆盖在地表，还是不容易被风吹走的。说一个题外话，刚才那个小伙跟我说，他今年可能也是最后1年做这个生意了。他那本来是卖这种堆肥土啊，然后卖那种碎木啊，但是他说可能效益不太好，他不打算干了，而且他也打算搬到别的州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总是有这种商家就是关门了。去年冬天我买烧火木材那家也说不干，关门了。不过好在我去年买了不少，还剩了挺多，今年应该也还是够用的。将来的话，可能就得再重新寻找那些物美价廉的卖家了。堆肥土的小伙还专门的感谢了我一番，而且提醒我说让我后边再去找别的卖家了。其实有时候我确实有点想不太明白，这几年物价升高，这些东西的价格都已经涨挺多的了，但是做这种生意的这种小的卖家、小的商家，为什么一个一个都倒了、都不干了呢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不是真的是美国开始衰落了呢？有时候可能真的是见微知著吧，从很小的地方就能看到大的动向。你如果让这些个体户和小的商户都干不下去了，是不是也真的是说明这届政府干的多少是有点问题呢？我反正是这几年的感受真的是越来越差了，哪哪都是衰落的迹象。不多说了，打算开始干活了。这些就是今天提到的要种的粮食，这2个是甜玉米，左边的这个看起来不是特别好，这是丽丽淘来的。右边是我从可靠的我经常买的种子网站买的，看看还是挺饱满、挺晶莹透亮的，看起来质量就会好一些。我都试一下吧，左边的很有可能出苗率会非常低，然后
这儿还有很多飘起来的，我一会儿就把它扔出去不要了。大概率飘起来的这些是质量有问题的。看看这边的这一个，它其实泡完之后是没有一个飘起来的。这些玉米我是昨天晚上种的，今天又已经快到傍晚了，大概已经泡了一整天一整夜了，超过24小时了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我一会儿就是把水给它控干，稍微晾一晾就可以种了。这边的这也是把水倒了之后稍微的控干一下。我去重新平整土地可能还要花点时间，这个时间这些种子差不多水分都已经晾干了，种的时候应该就不粘手了。其实如果在湿润状态下催几天芽，给它催出芽，如果是小规模种植的话，那种效果更好。不过种的量比较多，也没有必要了，而且催出芽之后就要特别小心，把芽点碰坏了，这玉米就完了。旁边还有点红薯，还有紫薯，这些苗是朋友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在室内放的时间是有点太长了，现在叶子已经有一点发黄发干了，得赶紧种下去。不过红薯的适应能力特别强，应该是很快就能长起来了，只要别被兔子给吃掉。这边这些是我们自己种的土豆留下来剩下的，现在都已经滋出芽来了。我等会儿就拿这些土豆直接给它种下去了，也不打算切了，懒得弄了，就差不多种下去就行了。这些能够，下边还有这些能够长很多很多的土豆了，足够我们吃了。把水给它控出去。我一会儿还是先种我这个更好的甜玉米种子，等种不下了再种那个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的。本来种玉米的地儿是没计划混这些堆肥土的，不过今天已经到了，还是混一些吧，这样的话长得会更好点儿。像是土豆还有红薯之类的，这种更需要这堆肥土，这样土质松软，更适合它们扎根儿根茎生长。把头的地方我多放一点堆肥土，这个地方到时候种土豆。稍微把这些堆肥土给它平整一下，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均匀地覆盖在土上。其实按照以前我种菜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把堆肥土弄得均匀了之后，菜就可以直接挖坑来种了。但是这次因为堆肥土是刚刚倒的，还挺热的，所以我还是给它混合一下。等会儿拿拖拉机把下边的原土跟堆肥土一起稍微的给它混合均匀，之后再种。加完堆肥土，再平整之后混合均匀，一下就大变样了。挖上2排沟，先把土豆种上。就先这样，实在是没什么力气挖得更深了，稍微撒点鸡粪肥。我还是间隔1英尺，大概30厘米左右给它种下去。我还是尽量挑这种长得饱满的给它种下去。这个地方就先种这么多吧，我感觉应该也够吃了，种了20几个，剩下的可以等以后看看，如果还有其他的地方再种一点。埋土就是把芽稍微的盖住就行了。等到时候它芽再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继续的往上埋土。土豆这就好了，去最远端去搂沟种我的甜玉米。这边地势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尴尬，就是种3排的话有点浪费土地，有点稀疏；种4排呢又稍微有点挤。我还是将就一下，给它种4排吧。
因为担心这个甜玉米它出芽率可能不一定会很高，搂钩还挺费劲儿的。我感觉我需要买一台那种手动的滚轮的自动播种机了。这样的话，播种玉米可能就是从前面往后一推，推过去就可以了。鸡粪肥再给它撒上点儿。过去看看，种子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已经干了，看看差不多了，应该是播种的时候不会粘手了。我还是大概8、9厘米种上一颗。如果种子发芽率低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再稍微的密一点，大不了将来见苗就行了。其实种熟了，这么一颗一颗的点种子，倒是也没有那么慢，可能量还是不是那么大吧。我的这个甜玉米种子还剩了一些，我等下再往前搂一段距离，把我的都种完。丽丽的可能就没有地方种了，只能等那边清理出来之后再往那儿种了。这次坑有点浅，种子我稍微给它往土里摁一摁，不然一会儿搂土的时候可能盖不住。好像有点要下雨了，正好省了浇水的环节。其实这种粮食作物最好就是看好天气预报，在下雨前给它种好，否则的话，因为面积大，浇水也是个难题。这些作物就是小苗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干旱，那就得手动给它浇点水。如果它一旦长起来了，长得比较壮一些了，其实就不用管它了，就靠天就行了。最后把土搂一下，搂平，给它盖住就行了。哎呀，雨下大了，下的稍微早了一点，我还没种完红薯，要是再稍微等一会儿就好了。不过我冒雨也得把红薯给它先种完。我感觉种在最边上的这一排，将来的出芽率可能会有点问题，因为这一排的土不是特别的好，而且可能保水性也稍微差一点。哇，这雨下的有点大，比想象中要大多了。天气预报的降水概率可能也就是40%。结果还是能下这么大的雨，不过红薯应该倒还好种，我赶紧去那边挖几个沟，然后给它把苗栽下去就好了。我给它种2排，行距大概能有40多厘米，株距也有30多，差不多快40了吧。把鸡粪肥那个里边给它抓上一把。先种这个看着还不错的红薯苗吧，我看看一共有多少颗。太巧了，我一共就挖了14个坑，结果刚好有14颗。那就把这14颗红薯种在这儿吧，紫薯我只能再另外找地方了。好了，现在土豆、甜玉米还有红薯，基本上把这一排已经种满了，就算是种完了吧。虽然还剩了点甜玉米的种子，然后还剩了些紫薯，只能再找其他的地方了。现在开地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，要平整土地之前，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先清理，然后才能开始干活，最后才能种植。慢慢来吧，注定又是一个繁忙的周末。